墨脱被誉为隐秘的莲花圣地，因其遥远和神秘以及难以抵达而被众人向往。在波密休息几天后，我们决定搭车去墨脱。去往墨脱的包车集散地在波密县景观桥头红绿灯处。目前去往墨脱依然实行隔日进入的交通管制政策。我们和包车师傅联系好，说定第二天一早出发，价格为一个人400元往返。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今天从波密县去墨脱县，现在呢，我们就在墨脱公路上。墨脱公路呢，目前呢只能让 SUV 过和越野车哈，我们是轿车过不去，所以今天呢，我们坐的是这辆，藏族大哥的这个越野车。现在刚刚从波密县出来，时间不长啊。现在的海拔是2700米。等一下呢，我们要翻一座将近4000米的雪山，然后再到墨脱的时候，海拔又急剧的降到1000米。所以我们今天是短袖套后外套。翻雪山的时候会很冷，现在的温度是10几度。等一下到墨脱的时候，温度就将近30度了，整个从高原到热带了，就等于。今年呢，墨脱公路又重新施工了，路面现在特别的好，重新铺了一遍柏油，路上的那个坑啊，还有土路都少多了，挺好的哈。我们现在在这儿休息一下。这个大哥说这边风景好，让我们拍个照。这儿有一个就是冰川，以前的远古有点冰川，可以看一下。虽然去往墨脱的扎莫公路全长只有110多公里，但由于路况较差且雨季突发情况较多，司机大哥早上7点就来酒店接我们出发。车子驶出波密县城后，首先是一段爬坡的盘山路，海拔从2700米的波密县城上升到24K 处海拔3700米的嘎隆拉隧道。但好在这段路才维护过不久，路面状况很好。这里是嘎隆拉隧道，全长3.3公里，挺长的呀。我那以前没这隧道的时候，翻这个山要好久啊。一天到不了那摩托线。一天还到不了摩托。到不了。哎呦，不能弄的。以前去摩托真是难啊。据司机大哥介绍，嘎隆拉隧道修通前，墨脱公路每年只能通车4个月，从波密去往墨脱需要2天时间。如今全长3.3公里的嘎隆拉隧道使墨脱公路缩短了24公里，耗时从1天多缩短为几分钟。嘎隆拉隧道虽然不算长，但是隧道两端却是截然不同的2种天气。刚出隧道，我们便遭遇了能见度不足20米的大雾。穿过嘎隆拉隧道后，便是超长距离的盘山下坡路段，这段路面依然很好。途中经过52K 时，游客需要在这里购买进入墨脱县城的门票，旺季每个人210元，并要查验身份证和边境通行证。再继续往前会经过62K 的喜荣沟景区，大家都在这里停车拍照。我们现在已经到了62K 的位置，那边有一个景区叫喜荣沟景区，然后司机让我们在这儿停下来可以拍个照。今天有点下雨，而且最近都是雨季，看到这个河里面的水特别的大，而且今天来了一路上都有雾，烟雾缭绕的。我现在所在这个位置真的特别漂亮啊！你看一下这一边，全都是原始森林哈，一片一片一大片的，真是美啊！他们说是几十年前吧，林芝那边也是这种原始森林，但现在那边已经逐渐的因为418国道还有旅游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开发，渐渐的没了。但是去墨脱这条路还是很漂亮的。目前的墨脱这边是双日进单日出，跟去年是相反的。去年我们来的时候是单日进双日出，这边目前呢是单行的，就是单日的话只能从墨脱往波密出，双日的话从波密往墨脱进，所以路上呢可以避免会车的问题，因为墨脱公路是比较窄的。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车呢都是 SUV， 起码要一个底盘高一点的，然后轿车的话会在检查站那个位置被拦停。哇，这个喜荣沟这个桥上呢，全部都是这个水泥板，我天哪，这水泥板感觉不稳啊！
挺危险的。这个大哥在走，但这个水泥板一直在动啊！好啊，好危险啊，好危险！哦，这个桥是限行5人啊。对呀、那是多胖的5个人？像我这种可能3个就够了哈。可能1个就够了。哇，咱俩上去就满了，很危险的。这水泥板搭的桥，你知道吗？我刚上了一步就晃的中间晃的才厉害呢。莲花圣地秘境墨脱。好了。快了。这是一个休息地方。这个是80K。80K。哦。原来从多密到这里发沙的时候，这个有80公里嘛？对。所以才80K。80K。对。那以前把货物就放在这儿。就在这儿。哦。墨脱县政府的物资全部放在下面。对，放在这儿。对。以前车开不到县城去。开不到。他们再把它挖过去，用马用人扛过去。对呀。80K 是墨脱公路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转站。以前从波密通往墨脱的简易公路只修到了这里，物资都是从这里储存和中转。车辆从波密运过来的物资到了这里，只能通过马驮人扛的方式，再走30多公里的山间小路运往墨脱。如今虽然这最后的30公里已经通了公路，但依然是墨脱公路上最难走的一段。从80K 开始，海拔急剧下降，沿途的植被已经有热带植物了。随着湿度和温度的持续升高，烂路也多了起来。快到县城时，我们路过著名的雅鲁藏布江林多大拐弯。我们到雅鲁藏布江林多大拐弯了。好热呀，这里。海拔多少啊？现在海拔才700啊。我们从波密县出发，波密是2700，然后中间翻那个冈隆拉的时候，对，那边是将近4000吧。对，最高4000左右。说起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大家都知道墨脱特别有名的果果塘大拐弯。其实呢，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叫林多大拐弯，这个看上去也非常的壮观。这个呢是要比果果塘要宽那么一点的。雅鲁藏布江的水真是湍急啊，对，水流真大，又大又急，很少见。这边峡谷落差也比较大，所以在这边建水电站是挺好的，是吧？越来越热了啊！那边还有好多从拉萨来这儿旅游的师傅。我准备脱衣服呀，对，脱不？脱。太热了，特别的热。太热了，我穿了个短袖刚刚好。这边现在温度在28度了，28到30度了。对。早上我们起来的时候，波密才12、13度吧，是吧？走上车，继续出发。现在离墨脱县还有20多公里。雨季的墨脱公路地质灾害频发，在我们进入墨脱之前，墨脱公路因为严重的泥石流灾害中断了整整7天。经过5个多小时的颠簸，我们在县城进城处完成了最后一次检查，终于在中午12点半到达墨脱县城。请期待我们的下一个视频。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唯一从外界通往墨脱的公路有多难修，以及为何如此难修的公路，中国还是用了40年坚持修通了它。墨脱隶属于西藏林芝市，位于西藏东南部，喜马拉雅山南麓，地处雅鲁藏布江下游，南部与印度相接。墨脱是中国在藏南最重要的城镇之一，墨脱也是我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城。墨脱公路的海拔从最高3700米的嘎隆拉隧道下降到海拔900米的墨脱县城，一路各种风景美不胜收，雪山、草原、瀑布、雨林。修筑墨脱公路的行动其实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1961年10月，西藏军分区以组织人员进行勘察，在1975年，修筑墨脱公路的工程正式开始动工。中间经过数次的拨款和重修，最终在2013年10月31日，墨脱公路修筑完成，宣告中国最后一个未通公路的县城墨脱正式通车。
从1975年到2013年，这近40年的时间，修筑的仅仅是一条117公里长的公路。到底是怎样的原因造成了墨脱公路如此难修，连身为基建狂魔的中国都耗费了如此长的时间？今天大家就跟着文涛和飞伟一起来了解一下。前面跟大家讲过，墨脱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而这里正是印度洋板块和亚欧板块交界的地方。喜马拉雅山的隆起就是因为印度洋板块撞上亚欧板块，这一地质运动不仅形成了雄伟的喜马拉雅山，同时也造成了这片地层大规模的撕裂，形成了喜马拉雅地震带。在墨脱县境内，墨脱公路所穿越的断裂带有6条之多，各种地质运动频发，使得地震在墨脱县境内时有发生。每年墨脱县境内有震感的地震就多达几十次。在1950年，墨脱县还发生了8.5级的强烈地震。频发的地震和数条断裂带使这里的地质环境极其脆弱。雪上加霜的是，墨脱特殊的气候条件加剧了墨脱公路的危险。墨脱每年5到9月是雨季，近4000毫米的降水在此期间倾泻下来。在雨水的冲刷下，墨脱几乎每天都发生着大大小小的山体滑坡。千万年间的山体滑坡导致在这样的地面修筑公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在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墨脱公路的路况就是修好一段，被地震、滑坡、泥石流毁坏，再往复循环的修。而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每年获得2到3个月的时间往墨脱运送物资，可见上世纪修筑墨脱公路的难度。进入新世纪，由于综合国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我国终于能够解决各种问题，而成功修通了墨脱公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难点就是嘎隆拉雪山隧道。在波密和墨脱之间横亘着一座巨大的雪山，名叫嘎隆拉雪山。以前的墨脱公路只能从山上通过，除了7到9月冰雪消融的时间外，其他时间道路被冰雪覆盖，无法通车。为此，修建者们决定在嘎隆拉雪山修建一条隧道，这样每年的通车时间可以延长到8个月。然而，嘎隆拉地质状况极其复杂，我国先后采用了混凝土抗冻融、高端断层施工、地震区深层灌注等12项技术，成功克服了各种断层和泥石流问题。在2010年12月15日，3公里长的嘎隆拉隧道贯通。原来翻山需要4个小时的路程，现在只需要5分钟。更有意义的是，嘎隆拉隧道将墨脱公路的通车时间由之前的3个月提高到了目前的8个月。把这条隧道打开了，就相当于打开了墨脱的一扇门。墨脱公路现在虽然已经可以全年正常通行，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很大的。现在的墨脱公路常年有无数的车辆和人员在维护，原因还是这里的地质问题，随时会有地震、塌方。就算如此，如果有大型塌方，墨脱公路仍旧会中断几天甚至更长时间。同时，墨脱公路因为其路况复杂，常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在回程路上就碰到了一起。今天就迟了，哎呦，严重的愤怒司机。妈呀，这车报废了！还是游客的车。哪儿的车？看不着。国家之所以一定要修好墨脱公路，就是因为墨脱是我国在藏南最重要的城镇之一。如果没有墨脱公路，国家与墨脱的联系就会相对薄弱，如果发生外敌入侵，就会很被动。这就是为什么如此难修的一条路，我们用了40年的时间也要把它修好。墨脱公路是一条真正的天路，堪称中国筑路史上的奇迹。我们行驶在其间，不仅能感受到祖国的大好河山，更能体会到中国人不服输的精神。